雀梅盆景因自然奇特、苍劲古雅，深得盆景人的喜爱。但雀梅盆景好玩不好养，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。这一盆是花了近10年时间，基本培育成型的雀梅，是我玩盆景过程中比较中意，也是失败、令人感到遗憾的盆景。因缺水导致枯萎。印证了那句话：雀梅成功之时，也是遗憾之日。把失败分享给大家，也算是一种提醒。雀梅不能缺水，哪怕是一次，轻者失枝，重者失干。我手上的也是一盆雀梅小老桩，久经考验，雀梅所具有的特征在它身上都比较明显。以此为例，与朋友们一起分析一下雀梅失枝失干的主要原因，以及养护修剪中要注意的事项。修剪前把底口的偷生根剪掉，目的是诱导新根，保持修剪后枝干与根的生长平衡，加快新芽的萌发。雀梅是单水性供养的树种，即不同水性的枝和根不能交替供养进行能量交换。一旦水性失去，同水性的枝和根也随着消失，这是雀梅最主要的特征。这一条就是它的水线。从这边看，全部都干枯了，就是因为水线失去造成的。水线上的枝和根是共生的，失去了枝，根开始退化，水线逐渐消失。失去了根，枝无法从其他水线中获取养分，干也很快会干枯。这就是一种平衡的关系。我们在裁桩和修剪中，过度的把水线上的枝或者是根裁掉，这种平衡关系就会打破。表现出来的是枝不发芽或逐渐枯萎。从单水性的特征可以看出，为何雀梅失水容易失枝枯干，其主要的原因就是缺水后能获取的养分机会比其他树种要小很多。不仅是雀梅，像适当盆景也不能缺水，因为它也是单水性供养植物。了解了雀梅的特征，在养护中要注意根的新陈代谢，每隔2至3年就要对雀梅的根进行一次大的调整，剪去老根，诱发新根。只有新根才能吸收更多的养分，提供给枝干，以维持这种生长平衡。雀梅不能缺水，但不能积水，用土一定要收松透气。玩雀梅有句行话：成活在水，生长在肥。每年对雀梅进行适当的肥水补充，能缩短它的续剪时间。玩雀梅除了调根和肥水的补充，要结合造型的意图，经常对它进行修剪。像这种下行枝，生长再好，留着总是后反，要及早的把它剪掉。顶枝获取的交换能量是最大的，要控制它的生长，把更多的养分输送给下端的枝条。枝节区的养分是比较集中的，容易萌发新枝，而且生长快，时间长节点就会失去自然。把这个顶进一步缩小，枝往下压，方向也改变一下，与下端的枝条形成上下呼应。雀梅适合各种造型，成型的主要方法是续剪为主，吊杂为辅。像这盆小老树，
枝很难增出，过度形成比较难，顺其自然，利用修剪、舍枝留弯、枝条起伏变化，同样可以产生线的立动美。玩雀梅盆景考虑耐心，从枝干的蓄养开始，过渡形成枝的起伏变化，直至形成统一的整体，少则5年，多则上10年。也许玩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一种遗憾，但毕竟你积累的经验，享受了玩的过程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见。